本节目由为爱创造满分营养的诚实一口独家冠名播出。每周日12点，我家那闺女2025芒果 TV 独播，会员尊享加更闺女生活日记 ，SVIP 尊享闺女超有料的更多精彩衍生内容。少放在垃圾里又吃不得了，加多少？加了半瓶了，半瓶没了。我说你不要带走我的厨房。我跟你2个人的时候，不基本上都是我。那是因为我跟你在家的时候，我在你家，那我在你家，那不是你的，那是什么呢？不配给情绪价值啊！哎呦，看来做的很好吃是吧？那天主要是饿了。我可不轻易做饭的。我真的是个能干的小女孩。感觉他跟哥哥在一起是最放松的时候。是啊，我一直以为你胆子很大哎，都敢拿。我想着你可能会把我从床上薅起来，算了，我主动点，自己起来。准备好了，今天晚上我要盘你的。啊，数值哎。哎呦，开始紧张起来了。那你希望我们团队的报价进一步往上提吗？熟悉的刘律回来了。不需要跟我说细节。哎呦我天！再出现下一次，你丢了这些东西，你自己去补去。我心跳都加快，压迫感要来了。雅琪表情都已经慌了，雅琪。你这边的这个颈神经应该是受压了。天哪，那这个腰太严重了，受损。肝郁和脾虚。哎呦天哪！没有一个内脏是好的。那疼成那样了，为啥没做治疗呢？我知道这有问题那有问题，没有一个地方没有问题。我觉得好心疼啊。现在这种身体的状况，他有跟您讲过吗？这是什么事儿？开场固定节目啊。剪剪脚趾甲，技术剪了就很麻烦。天哪14、15。哎，这雨桐也很会做东西啊。对。先备在这儿，待会儿回来就可以炒。找一件衣服穿穿了，出门喽。堵着走不了了吗？我实在不行，我先下车去走呢，那车很慢。好像我让我哪一走？接人呢。等一下，我现在过来了，我马上到了。我觉得刚刚好，你往外走，我应该就可以看见你。车。哦，哥哥来了。我怎么觉得你又胖了？一上来就扎心。现在150。你上次不是跟我说要减肥吗？怎么又胖了？对。就我带的。对。啊！哇！我上次那个多辣椒还没吃。啊，他冰箱里之前那个多辣椒是你带去的。对。安全带记得。这个给你买给你补一下。那你不是大破费？那你看怎么补偿我吗？给你转一笔钱。这么现实吗？这是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好不好？你不晓得说带我吃点好吃的。你不需要买任何东西，我也会带你吃好吃的。那你说一下就可以了，对不对？我开心一下就行了，有这个情绪价值在这里不就可以了吗？直接的表达这个情绪的需求。我就是那种很踏实、很务实的人啊，我不会说漂亮话的那种人啊。好嘞，谢谢。哎，我忘记蒸饭了，你做饭给我吃。忘记蒸饭了，原来是做饭给哥哥吃啊。对，我上次吃你的饭还是我生日的时候，做了那个鸡爪。啊，你的厨艺还可以，不要浪费了不？我是要干嘛？你要想想，我如果一个人在家的话，我洗菜做饭，然后还要洗碗，就是而且你一个人吃，你又吃不了多少。你就是少了一个人陪你吃是吧？那你去找个男朋友嘛。你现在也担起了这个催这种事情的重任啊？没有，我是测他的。测他。是的。2个人一起做嘛。是的。你不是说我可以不用找吗？我随你嘞，我这方面我真的没有那个。暂时没有想法。哥哥在现场没有湖南口音，怎么在里面这么重的湖南口音？你现在跟哥哥说会儿湖南话，他就马上那个湖南口音就出来了。因为我说的快的话就
就很严重的这种湖南。我们亲切的叔叔。对，到了是吧？长好看。我跑这么远，我还不累，你累了。哇，我可是工作了好几天呢，我没有休息过的。OK。哎，你的那个行程为什么别人都知道，我不知道？你要知道我行程干嘛你搞个拖鞋给我。？Of course。醉野玫瑰，撩人心弦。是理解。这是第一次是吧？对，我第一次去他上海的这个家。搬过去半年吧，有差不多啊。反正是今年搬过去的嘛。参观你的房间看看，在里头睡觉的地方，被子都不叠，每天就抱着这两个玩意睡觉。是啊。说这里也变成你平时放东西的地方了吧？也就是少了一个人陪你吃，哪里去找个男朋友嘛？好像我哥。你的冰箱在哪里？对，再放。这个多少钱好吃吧？好吃。哥哥好宠啊！谢谢哥哥。哎，这房间蛮大的啦，这两只猫长得跟那小老头一样的。咦，小老头嘞？小老头去。哥哥好有味啊！好，他好高冷，他不理我。看看来，哎呦，上脸给了2口。哎，你要喝气泡水不？那我给你拿瓶别的水。你坐着了，你这样搞我有点不习惯一样的。不习惯。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家，我也会时不时起来干点什么事儿。平常在家里不都是我动吗？在家里哪有你动啊？你啥时候动过啊？我跟你2个人的时候，不基本上都是我。那是因为我跟你在家的时候，我在你家。那我在你家，那不是你动，那是什么呢？那也不啊，出去了不也是我动吗？还好吧。我一来这么主动干活，真好呀，这个哥哥。我也想着，就是我难得去一趟嘛，能够为他多做一点就做一点。我来搞吧。来，我学习一下你的做法看。没啥好学。有水直接倒吧。它油温没到，是不是？在炸油。你让我来吧，别搞。好像哥哥在没有活干的时候，在他家里不知道如何自处，有点局促。哦，这么多白头发了。对呀。开始给妹妹剪头发。我还给他拔白头发。你才30岁嘞。好了，放辣椒。好像我哥啊！我的天！哎呦，你少放点辣椒，你又吃不得啦。放这么多辣椒，姜辣凤爪。对，这里吃的。你弄吧。是的吗？试一下。你怎么还加？你加多少？加了半瓶了，半瓶没了。它这个菜没有放盐的，它盐就会靠这2个东西。所以我说你不要带走我的厨房。你等一下我吃的啊！我看你这样放，我都不敢吃就好吃了。我这是吃的。不要管，不要说。做饭的人听不得讲，不知道这个道理吗？对，有的吃就吃，是吧？我感觉和新手司机。哎。哦，可以，3个菜这么快。放几根小葱花。是不是有点太长了，老师？你这个太敷衍了不？你切短一点不？哪里敷衍啦？它最后是放葱段的。吃饭。我尝一下你这个肉饼蒸蛋。放很久。看看味道咋样？还放了香菇啊，可以啦。可以。会不会给情绪价值啊？我是说可以啊。我说超级好吃，非常棒。很好吃啊。啊，我主要是想这一口。这个是我过生日，他有一次做了一桌子菜，我觉得哎好感动呢，我就一直惦记着这个菜，这个菜蛮好吃的。啊。对。好吃。
还好是吃完饭看的这一段。真的没有很辣呀。吃辣就不辣。我觉得还是在湖南买的那种，做出来更多危险。哎呦，看来做的很好吃是吧？那天主要是饿了。下午让我们出去逛逛呗。你带我长长见识是吧？走吧，走吧。困意来袭。你先休息一下。你别看手机了，你休息一下。你要不要眯一下？你困不困？我把打呼吵到你。好自觉。不是，你要困了你就休息嘛。好呀，我还好。到了。我真想了。这包拿着吗？要，你帮我拿着。不帮你拿。这里是干嘛的？室内游乐场。首先欢迎2位来到室内游乐场，咱们总共有4个区域。我超爱这种项目。哎，你不是想证明你的篮球技术吗 PK 你那是没问题。来 PK。哎，半斤八两，你笑我？怎么会这样子啊？哇，这个好玩看。哥哥加入的这个画风啊，小时候我哥经常带我去游乐场玩，今天他好不容易来趟上海，我就想带他来玩一玩。这个怎么搞？可以这样。对。很专业啊，这动作。帅的动作。对不起，收回刚刚那句话，拿回来。动作是帅的。你适应了吗？感觉比我们小时候拍的快多了。我蛮开心的，因为长这么大没有2个人一起这么愉快的玩一天呢。他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看这，好好玩啊！那个好玩一些。哇，哦，这个应该很好啊。这个很恐怖。那个就是高级的一个秋千。谁荡秋千这么荡啊？是。怎么办？我就好害怕。你小时候没玩过荡秋千吗？我玩过荡秋千，但是很高哎。你有恐高吗？恐高啊，我当然恐高啊。我一直以为你胆子很大哎，蛆你都敢拿。这么爆料的吗？拿蛆是什么故事啊？他参加一个节目，那个完美假期，他在里面有个环节是要在蛆里面找钥匙，他直接徒手就把它拿出来了。那个恐高跟拿蛆那是2码事儿，那能混作1码事儿讲？你如果以后拍戏要搞什么威亚什么的，你总要克服了。所以呢？所以去尝试一下吧。去啊！我没有一点问题，我真的我不怕。我先给你跳得过去吗？我先给你打个样，好不好？不要，来，你可以先去玩，你可以先去玩。可以啊。真诚吗？你这个肚子不会扣不上吧？你会说话就多说一点，不会说话少说一点。什么叫做肚子扣不上了？一块腹肌。走了。因为雨桐恐高，所以他没上啊。我开始上去的时候，我觉得还 OK， 感觉荡秋千的，一上去了，脚都是麻的。他这个是我自己蹦还是？差不多要自己往下蹦的。准备好了吗？让我想一下。这来看一下。感受到了一点点步伐的迟疑。对，15米真的很高。我感觉他怕了。站在下面看的时候还是感觉蛮简单的，自己站在这上面就知道了。要不就算了。有人把装备穿好了以后不跳的吗？但我不是第一个上。好，那我不跳了。我问他有没有人下去过直接不跳了，他说有，我就想当时就想走。不敢跳。等一下啊，做一下心理建设。太可爱了。我哥不会待会儿跟我一样哭了吧？结束了。他在乐园坐过山车的时候，来，下来3秒钟结束了。这个好恐怖。
我没有一点问题，我真的我不怕。你不是不怕高吗？哎，还是有点怕的，好怕的。你实在害怕就下来嘛。别跳了。让我做一下心理建设啊。虽然当时很害怕，但是我一定要从上面跳下去，告诉妹妹没什么可怕的。来，哎呦，哇哦，哥哥加油！哎呀，好高！可以的，可以的。哎呦我的妈呀！我开始紧张了。我也紧张。我在下面等你。来，等一下我说句话。来，1、2、3，罗雨桐，你是我最爱的妹妹。来，罗雨桐，你是我最爱的妹妹。来。好感动啊！罗雨桐，你是我最爱的妹妹。罗雨桐，你是我最爱的妹妹。帅！哎呦天！有点感动。哇，很感动的同时又有点好笑，有点幸灾乐祸。哇！我这个主要是在于自己跳下去这个动作，对，挺需要功夫的。好不好，哥？我觉得他跳起来那一下也很突破了自己，然后我也觉得说他跳那一下是为了我。当时听到他喊的那句话，真的很感动。好吓人，看着都好吓人。握住哥哥的手，哇！我告诉你，这个东西真的要一鼓作气的，这个。觉得待上面越久越害怕。对。但下来的时候是怕的吗？就荡的过程中。荡的过程中不怕，就是跳下来的那一下。爽吗？过程中爽吗？在那天之前，其实你是不知道雨桐他是恐高那么严重。我不知道，虚的敢抓的人，他还怕高吗？哎，因为虚呀是自己能掌控的，高真的是 out of control 了。我疯了。那哥哥知道自己恐高这事儿吗？哎，我当时就想给他打个样吧，就没想其他的。那怎么就忽然之间就喊出了那一句“雨桐，你是我最爱的妹妹”？这是给自己打气啊！没有一点对外的情感的输出吗？这个自己给自己打气吧，总得找个理由嘛，是吧？仿佛看到了我哥狡辩的样子。当我们的面，一切都变样了。她只是我普通的妹妹。对，我只是在打气而已，没有什么情感。跟她无关。在我们的面前判若两人。深情恐惧症啊！不玩了，不玩了，回家。我有点不舒服了，喉咙有点痛。拿点止咳的这个石头嘛。想吃西瓜。我想吃猪肝，你会炒吗？你回去先不要吃了。让我把药吃了。你看看，这么多药，你要看过期了没有啊？7月21号嘞，今天多少号？14号。14啊，吃。那可以吃。吃。那你吃完了，你马上就把它丢了，你别什么。这药有效期2026年。上次我哥哥他们去我家也是把我家过期的很多东西都扔了。哦。你吃完药就去休息吧，我来做饭。妹妹做一顿，哥哥做一顿。躺一下。我今天还在纠结这个问题，我那天洗了菜没有？想不起来了。我今天就想过来看一下到底洗了没有。爆炒猪肝可是有水平的菜。哦，对。那次是第一次做，在抖音上面现学的。你刚刚那个手法刚。每次夸完你，你说你是立马给我撤回一下子。对，炒菜是比较熟练的。
准备吃饭了。嗯，好香啊！那我就把它搞出来。辛苦了。我还好哎。哎，汤都被熬干了。我不是等你吗？我想让你多睡一下，我不就没叫你。你就让他一直煮啊。怪不得刚才走过去的时候看那边在冒热气的是什么东西。夫妻正猫。他哪需要煮那么久呢？我忘记关小火了。我来装饭。啊？怎么了？没煮啊。没煮，光放进去了。我去他家的时候，我不会玩他的那个电饭锅。对，电饭锅。那就吃菜了。情绪好稳定啊，哥哥。咸淡刚刚好。挺好吃的。我第一次做哎。哎，这个看着这个看着有点爽哎。好吃好吃。你尝尝这个排骨，我怕这个排骨咸了。可以，挺好吃。哎，你那次为什么想着跟我生日的时候做顿饭给我吃？因为你不是想吃吗？我可不轻易做饭的。确实真的蛮感动的。我一回来一桌菜，我发了朋友圈的。我告诉你，9月20号，你看，我看一下。哇，15年嘞，10年了嘞，15年，10年前了。对，这照片把我拍的也太丑了吧！多可爱。那个是像素本来就只有这么高，好吧？谢谢你了。哎，那次我也给你炒了腰花，然后辣椒炒肉，可以。我真的是个能干的小女孩。嗯，感觉他跟哥哥在一起是最放松的时候。是，你知道吧？你参加浪姐给我感触其实蛮大的。包括那天去呼伦贝尔，凌晨3点钟你还在跳舞啊，所以你看我基本上没怎么去找你，你看见没有？能够让你多睡一下，让你多睡一下，真的嘞。这种工作强度看得好心疼。看到你施工，我在这一边充电一边哭。哥哥好感性。明明你确实也努力，而且也付出了很多，但是就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对。这不是人间常态吗？常态，对，常态。我觉得可能你是我的家人吧，但很多网友他其实是不理解的，觉得你不行，你为什么要上？他上的挺好的。天哪，上就很有勇气了。1、2、3、4。我们这种场景就是麻辣女兵碰上了3个就在提炼出来的。他跟3个这么专业的天医生比，然后他能卡一块不容易的。我不想在镜头前哭。我就只想把事情搞好，但是反正网友的那些言论呢，也没有太影响到我。我后来很难受的点在于，你那天我给你回电话，我是担心你这个对，然后你第一句话说的是你还好吗？对。然后妈妈那个时候也是给我发消息，我是觉得它影响到让你们担心我了。对。这件事情反而让我心里很不舒服。下去了之后，我们那个瞬间一掀那个帘子，一瞬间嚎啕大哭。你就是太懂事了，知道吧？我们一家人都很懂事。你感觉就是带着很重的心是一样的。反正从小我觉得你就是给人的一种乖乖女的形象。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可能我小时候就有那种叛逆的种子，其实是只是一直在压抑而已。我以前是抗拒回家的。啊？为什么呀？因为我不快乐。就是那个时候，我是真的，就算我回家，我是真的会在外面踱步，在那边转圈圈，转到我觉得我不得不回来，我才会回。家庭环境会让。我爸妈前2年离婚了。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就有这种爸妈吵架的这种意识，就有一种他们俩不相爱的观念在我脑海里面。很小的时候，我妈会觉得她活得很失败，我妈会觉得说她选择这个婚姻的时候是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决定。这个得亏妈妈不在。我妈有时候很痛苦的是，她不理解我爸的行为。你像我爸，就是他以前可能工资几千块钱的时候，他每个月也只交1000块钱，他会觉得说我给家里买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就是对家里好。我有次跟我朋友聊完天之后，他要说：“哎呦，你爸又不爱你，然后有什么好说的？”就是类似于这种。他这个人他就不懂得爱，自认为他很爱你，但是有时候你可能感受不到。
爸爸他有一套他自己的思维逻辑，对，他讲的话，你有时候一些话听了就真的很让人伤心，你知道吧？对啊，但是我其实还觉得爸爸他没有几个真心的朋友。我知道啊，所以我说我也觉得很可怜。嗯，他有时候愿意花在朋友身上的心思，我感觉比家里要多。我记得他们有时候吵架，在家里听他们吵架，因为这种类似的事情都听了好多次了。妈妈不可怜吗？妈妈也很可怜。我们家人都是这种，好像不太会表达。对，都是属于那种附属型的那种。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学表演的时候，好像爸爸妈妈没有很赞成吧？是我去的啊，你把我叫到你们老师家去的啦，记得不？我第一次以家长的身份，哇，他说你这个底子也好啊，希望你走这一行啊。回家以后我就直接跟爸爸妈妈说，其实那个时候家里确实不好，而且正好我那个时候肯定我也没混出来什么。你知道有个事不？我第一次去深圳打工，我临走的时候把你叫出来了，还记得不？肯定记得啊。然后那次我去了，我还哭了，我就真的就是有点舍不得你那种感觉。你就是太懂事了，知道吧？你就是考虑这个钱的方面的这些东西啊。只要你考得起，总归砸锅卖铁也要把你读了，这不就是这句话吗？主要是你最重要，你最重要。高雨桐，你是我最爱的男人。你是我最爱的男人。跟工作人员说：“你先别放我，你先别放我，我一定要有一句话要说。”他说：“这跟跳楼一样，他说我必须要说完这句话，所以你才听到了他喊。”他说什么？他说：“卢伟彤，你是我最爱的妹妹。”然后他就往下跳了。其实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但是在我的印象里面，我哥相较于父母而言，他会更在意我一些。刚开始工作好多年，我的资产一直是负数的，都是哥哥帮忙周转，他一直很照顾我。我想爸爸，我能感受得到他对我的那种宠爱和宠溺，我真的一直都很感谢我哥。其实我告诉你，我对你真的没有太大的期望，当演员的也好，不当演员也好，你过得好也好，过得不好也好，都是我的妹妹。反正不管什么事，你一个电话，我就会过来。至于其他的东西，我真的没多想。哎呀，想一下以后我们俩隔得远的话要怎么搞？等我们老了嘞，我过来看你，我还杵着拐杖跑到上海这么远的地方来看你。我老了，我去住养老院。那你住养老院，你不跟我住一起就可以了。搞不好你也在养老院。真会说话的这你。啊，把我看哭了。哇，好温暖。要不我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这么感人的话，要不我说出来了。不要感觉说当着我们这些陌生人的面的时候，你就突然开始有点回避啊。否定深情。我们一直就是这种相处方式的，一直是这个样子。对，就是没有太大的波澜，但是一有什么事，他是摆在第一位的。因为刚刚也提到的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嘛，对，就是当时家庭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我爸爸找了雨桐的妈妈，然后再生的雨桐，小时候基本上就是没事就我，因为我比他大了10岁，所以基本上都是我在带着他。这个真的有长兄为父的感觉了，因为差了10岁的年龄。
雨桐说他小时候有一段就是不太想回家，因为可能父母在吵架。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家里是2室1厅，爸妈住一间，我住一间。他那个时候小时候住在2阳台上面。我稍微大一点，我就搬到我奶奶家去住了。只要把那个房间可以留给雨桐了。对，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吵架的时候，其实雨桐还蛮小的，才读初中。天天吵很烦，影响他的学习。然后吵着他，我说你们要不就快点离了，离了以后给他一个好的环境。然后，雨桐的妈妈呢，确实也是这一点做得非常好，为了雨桐真的隐忍了很久。然后他每次跟我说，我都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我支持他，对吧？你想离婚就离婚的，就是的，没关系。但是你考虑一下雨桐怎么搞就可以了。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特别是当父母的关系没有那么和睦的情况下，有一个哥哥在身边，他会不会在某些程度上取代一些父亲所在的那个位置？包括兄妹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因为父母关系没那么和睦，变得更加紧密？对，而且尤其我觉得哥哥大10岁，就这件事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小孩子在那个家里边，他感觉到的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我是个小孩儿。然后你们大人之间的这个事儿我看不懂，那我就是会感觉很不安嘛。但如果有一个靠谱的成年人，就像哥哥这样的一个成年人在旁边，他说我来照顾你，我来保护你，这个事儿其实对于很多就小孩子来讲，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可靠的一个支柱。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大10岁的哥哥很重要，真的很重要。主要是雨桐小时候抢玩具的时候，我已经不玩玩具了，是吧？很有道理。哥哥其实这些年对雨桐付出了挺多的，这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吗？有些知道，有些应该是不知道的。这个其实我感觉还好，没有那种，我感觉就是对你对他好，好像不是说需要别人知道，或者是你回报，都没有这种。对，没有。那个时候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他在法国拍戏，拍完戏以后他告诉我面瘫了。我那个时候还刚生小孩，也没有什么多少积蓄。那个时候老婆还是好嘞，你家里没钱，他都想办法都拿了几万块钱给他寄过去。然后他说你先别工作了，你看你妹妹要不要人照顾，她一个人在外地，在法国怎么样。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可以飞法国去照顾她。那时候就是这种想法，先把她安顿好，其他的什么东西都不重要，我就是这样觉得的。羡慕啊！其实我们属于独生子女，我们就是老看别人的故事。对，别人有一个哥哥到底是什么感觉啊？对，就是你不管怎么嘲笑他、辱骂他，都不用担心。我经常拿我哥说梗啊什么的，根本不在意，开心的要命。比如说我直播什么的，经常你会看那个榜一大哥，就是我大哥，这么直接的榜一大哥。对啊，自己去那支持我，这个是真的。我也是。你也是榜一大哥。我也是，我49级。哎，我觉得小时候有这样一直对你好的、无条件对你好的哥哥陪你长大，等你长大之后，你在择偶的时候就不会因为一个男的对你好一点而你就心动了，你就觉得就是我的日常啊。你应该这样对我，对，是你的荣幸，这是你该做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到现在还没有男朋友。别自责，你做的很棒。好，那么看完雨桐和哥哥之间亲情的故事之后，我们看看接下来这位闺女。本节目由为爱创造满分营养的诚实一口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24年专注除螨的科学除螨官满庭品牌赞助播出。蹲现场，10点半开抢，动感地带芒果卡带你直通超级现场。好，咱们可以开始了吧？北京。哦，刘律。哎呦，感觉气势。哦，哇，今天有线上的？是的。啊，数值哎。你叫雨嫣吧。准备好了，今天晚上我要盘你的。笑死了。你30了，然后你感觉自己独立开庭这块还没有给特别多的机会啊，然后这件事情是对我冲击特别大的一件事情。我开始紧张。所以我想听听你整个这几年。你从前4过来之后，你在团队内部成长，你现在的感受和你对未来的想法。老板的低语。位置越高的人声音越低。
熟悉的刘律回来了。我有几点感触吧，就是我从3年级来的工作和我现在5年级做的事情就只多不少，就3年级的工作也并没有变少，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块，我觉得一直是分不出去的。然后，哎呦，开始紧张起来了。我也紧张，自己的成长就感觉受到了一些阻碍吧。那你觉得阻碍吧？那你觉得？哇，那你觉得团队需要再招收更多的低年级助理吗？压迫感要来了。哎呦妈呀，我被吓到了。就是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可能是需要的，但是也考虑到您之前和我说的，就是我们会和王威律师进行更多的合作。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从你这边去考虑的啊，如果你3年级干的活没有分出去，那也就是说你会有很多的时间再去干 level 比较低的事儿，对你的工作效率其实是有影响的。你看问题一针见血。就这也是我的很大的一个困惑。对这个问题，我要跟你讨论。我心跳都加快了。就是你法律检索，你现在复核，你复核的是低年级律师助理还是实习生的？实习生的比较多。实习生的比较多。如果说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低年级助理，你对他的水平是有一定的信任的情况下，你还需不需要做这么多的复核？有点害怕我。哇，在搓小手手了。我觉得我复核可能不一定是说他们错了，而是我想到一些新的点。OK，长出一口气。但是你可以用一段时间去 test 一下。啊！救命！就是怎么跟下面低年级的律师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带教关系。如果什么事都放你这儿，确实会累死。因为正常在整个法律市场上，你工作1、2年放出去做独立律师的其实很多。我们的小朋友1、2年还是个宝宝呢，因为他写完之后，他永远知道高年级律师会复核。是的。觉得就现在小朋友他们也需要一些鼓励教育吧，所以对，现在就是对外没有问题，客户觉得 OK， 你团队很好，你全是主办律师顶在上面，客户觉得你没问题，然后每个主办律师累得要死。我也感觉要窒息了。外面客户给的压力，底下小孩惹你生气，这是不行的，压力必须要释放下去，给到下面。雅琪表情都已经慌了，雅琪。我记得以前龙宇第一次给我做律师费账单的时候，丢失了很多工作，起码给我丢了30万没做到账单里啊。然后我的方法是告诉他，再出现下一次你丢了这些东西，你自己去补去。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内部压力没给到，是我们可以保护他们，也保护团队口碑，不让客户直接呲他们。但是内部压力需要给到的，这个不是说你躲在老母鸡翅膀下面，而是老母鸡会扇你一掌的。小时候会带入刘律的角色，现在带入的就是这个小女孩。对对对。然后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有时间和精力出来就做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我感受到了，今年很多都是上市公司。哇，我觉得业务增长点是在这儿的。我感觉刘律说话，我好想做笔记，因为刘律好酷啊。那其实基本聊完了，然后你对我这边，你希望我要做怎么样的调整？有什么想对老板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刘律师真的对我们都很好，没有什么特别不足的地方。给员工们表现的机会到了。但一定要说的话，那可能觉得刘律师您有时候工作效率特别高，工作时间特别长，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就夜里2点回邮件，早上5点也回邮件的那种。我已经被批评了，欢欢那次说我了，说你不能这样吓小孩，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憋到早上9点之后再回邮件，控制自己的勤奋。OK， 行，好的，谢谢刘律师。好嘞，谢谢。这个微笑是终于走了，终于走了。来叫言语。好，言语。我先来说一下我这边手上的案件的情况。我记得去年培训完之后，我有给你一个任务，我说你去做一个虚假陈述的整个做方案的一个指引出来，你出一本手册，这个手册是你第1遍写的，所有的意见又汇总到你这儿，你又改第2遍，你的收获非常的大。那我们就以1个月时间为限，你把这本手册交出来。可以的。好，拜拜，谢谢。拜拜。你目前觉得你自己最焦虑、最迷茫的事情是什么？
目前我比较焦虑和迷惘的是对整个法律行业的焦虑。我以为就是提高服务质量就能换来比较丰厚的对价嘛。实际上，由于现在我国的律师人数非常多，整个行业现在其实存在卷价格的情况。真是，行业这个浪潮里面的一份子，有点不知道路在何方。那你希望我们团队的报价进一步往上提吗？他是说工资还是整体他们团队向外的报价？向外给甲方的报价，今年已经涨了10%到20%左右了，你觉得还需要往上提吗？那也不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的报价要维持一个在市场上要有竞争力哈，一方面我们的服务也匹配我们的报价。你觉得现在团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无论是我身上的，或者是团队其他人身上的。目前其实每个人经常处理的业务线也不是很一样嘛。其实好处是实现了一个专业化的分工，但坏处呢是相关的经验会比较封闭。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以把团队可以定期的去组织一些内部的培训讨论会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可以更高效的进行学习和沟通吧，而且在不同方向上的 sense 也都能加强。好的，那我觉得 OK。我舒适区的其实事实核查我是做起来，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刘律露出了绽放的笑容。大家所有人给我的反馈，360度给我的反馈都说你是特别踏实肯干的，活交给你是特别放心的，状态怪不得不一样。工作干得好。那对于你自己来说，就是有没有迈出舒适区的勇气？一般领导问这句话，就是说明要往上拔一拔了。你如果不能迈出舒适区，说白了，团队仍然是有你的一席之地，你的位置是非常稳的，但是你自己的提升会非常的慢。要加码了。我是希望能够再突破一些的，因为我觉得律师这个行业不可能有一个人他永远都在做事实核查的工作，即便他是我的舒适区。那我们就达成这个共识了。来1年的魔鬼训练吧。好的，等我养好身体回来，加油！要往上走了，祝贺祝贺！因为你在管家，我在外面跑。所以所有的这些问题汇总到最后都落到了你的肩上。到他俩调整起来，你觉得难度最大的在哪块？还是带小朋友，对吧？我们成长的不够快。小朋友想的是，我已经成长的够快了，怎么还让我再快一点？咱们团队磨人是都能磨出来的。是的，我们要有信心，对帮孩子有信心，都能磨出来。但是有的时候我会有这种压力，就是小朋友的问题汇总到我这儿，我能告诉他们这个东西做的哪儿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我觉得就 OK 了。你现在要敢说话，你在一线，如果你觉得这类客户不行，这类案子如果没有前景，你可以跟我说，我们可以把它放掉，不用担心。但是要有过渡期哦。没过渡期，立刻上档。还想要过渡期？我当年当合伙人的时候，谁给我过渡期了？上面还有我在呢。我觉得就用几个词可以总结，它是非常的霸气，然后也很洒脱，然后也非常的重情义，也非常的专业。当然，专业是最重要的一点。第一个词是很天才吧，就是我觉得他有那种天然的感染人的那种能力。第二个是知心吧，就是因为他其实会很关心我们的工作状态。有时候我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被他骂了，他第二天他又安慰我很久。其实这是我觉得在律师行业里面是非常少见的，然后在生活上会给我们很多帮助。就比如说我记得当时我是生病了还是什么的，他还主动说要不要给你送药，要不要给你什么，他会很知心的帮我们想到一些事情。先问一下你身体状况怎么样？身体状况大概是下周开始手术吧，但是应该还没有给我打针。刘律师是非常真诚的一个人，温暖的人。我觉得不行，我觉得必须得早去，就是不能深入骨髓之后再去治。除了工作以外，其实刘律师在一些其他方面对我们生活上的这个照顾啊，包括一些保障，也都是给的非常的到位，也会及时的关注我们的一些情况。虽然他有时候会有一点凶，但是事情过往他也会变成一个很可爱的人，所以我觉得这种在我这儿其实是有一点反差萌，其实是一个蛮可爱的人的。那你觉得他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最大的缺点，我想想。哇，你们还搞这种备采，有什么想对老板说的话？他最大的缺点，
可能我觉得这是天才一般都有的吧，就是他们会对人的要求比较高，就是他们觉得他们能做到，但其实凡人真的需要加载时间，需要卡顿时间。老板，你这个天才，考虑一下凡人的感受。我觉得刘律师可能他的作息上，因为我们团队确实项目上事情会非常多，所以刘律师可能会有时候经常熬到非常晚的时候去给这个客户回复邮件呀，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可能都已经睡了，有一点被老板卷到。老板呀，你太不注意身体了，老板。他的工作的效率很高，就会导致他说什么都是一针见血的。对于低年级的小朋友来说，可能会很紧张，也会让他们事后会压力很大，也会很难受。前面那个专业角度的那个痛苦，是不是你也经历过？哦，对。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提案，是给某一家车企的大老板，前一天熬到第二天早上9点，然后你知道我那个 PPT 刚翻到第2页。他说：“你直接跳到你真的要说内容的部分吧，前面我都不看了。”窒息。哦，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然后我当时就强制让自己镇静下来，然后微笑着翻到那一页。好，那我现在给你讲我们这次的提案啊。然后最后其实结果还是好的，就我们拿下了那个项目。只不过在经历那一刻的时候，有些羞耻。对，早知道前面这10页不做了。对。我想起一个很好玩，就我老公他以前在他上一个公司的时候，他们也是整个团队非常卷。他下班的时候，他老板就坐他旁边，已经7点了。他们正常是他合同签的是6点下班，也不知道7点为什么所有人纹丝不动，饭也不吃，还在工作。然后他就这样坐着，突然他就扭头跟他老板说：“你不想你的孩子吗？”他老板被他问懵了，就说：“你要走是吧？”他说：“对，我想我老婆了。”哇，这是个好方法，学到了。刚刚我们还是也看到了刘律他的一种管理方式，他不光是给对方一些自己宝贵的那些建议和启发，同时他最后还会反过来问你对我有什么建议吗？刘律在那个片子里边，他提问的那个状态，我觉得他是非常真诚的。他其实不完全像是说你对我的工作提意见，他更像说就是我作为一个老板，我可以怎么支持你。你得说出来，因为我担心我自己看不到。我觉得这种很真诚的询问意见的时候，你就会没有什么压力，你就会更愿意去表达我需要什么什么。但有一些情况下，你可能会觉得他也没有真的打开耳朵要听，那这种时候我就会说你注意身体。哇，好分得清啊！而且感觉刘律说的那个挺有用的，因为我觉得他的团队的人也说了，就是你太卷了，你卷得我们特别压力大。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坦诚的，对吧？他们不是说是我奉承你，我赞美你说，哎呀，老板太辛苦，而是他是真的觉得你卷到我了。对，我还看到有一个说法说，为什么老板总是精力充沛？是因为他总是挑选他自己精力最充沛的那个时间来见你，而你是没有办法挑选的，你只能被他挑选。好有道理啊！为什么老板总是妆发精致？那我们回去吧。好。凌晨2点。我屁股痛。哎呦，腰疼。哎呀。哎呦，职业病吧，腰肌劳损吧，日常生活有影响的啊，腰痛和头疼。我头疼呢，我也是吃止痛片就能够 cover 住的一个程度。哎呀，这是坐太久了。你看回家之后一直在工作，到现在。你自己进来也行。明显没睡醒的状态。我才睡醒。哦，这是他同学哦。我之前做肠胃镜也是他陪我去的。我在北京经常迷路，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哇！当时我是能背得住他手机号的。开车来我家喂猫，哪怕是大年30，哪怕是年初1，兄弟可以2肋插刀的兄弟。还有20分钟。哦。
那看你状态好像也不是特别好。我最近腰疼、头疼，我今天和昨天都吃了止痛片。哦呦，哇塞！每天靠1颗止痛片活着。我自己明显也比前2年身体素质差了。年龄到了，还想咋地？我要把快递拆了，还有时间吗？够我拆个快递吗？拆呗。我跟你讲，我特别郁闷。你看到门口那几个纸箱子了吗？待会儿出门的时候你帮我拿下去。好。当时是欧嘎姐姐推荐我那个小笼包。欧嘎姐姐推荐的小笼包。哇，我买了这么多的吗？哦。它是乘8的，我想3袋每个里面8个嘛。我就买回来了。然后欧嘎姐姐看了一眼，还说：“哟，你买了快400块钱的包子。”天哪！然后拿回来发现我买的不是3袋，是3盒。那个乘8指的是每盒里面有8袋，然后每袋里面8个。我一口气买了192个。然后我冰箱放不下，我现在冷冻柜里全是包子，就是这一层，然后这一层。就以你这种频率，够你吃到明年的。差不多该走了。晚5分钟出发，问题不大。要知道，如果不是你来，可能晚50分钟出发。太是你的风格了，可。我想着你可能会把我从床上薅起来，算了，我主动点，自己起来了。可爱。我是哪年？2020年生病还是哪年生病来着？那年，我觉得其实已经是对我提个醒，就是从17年的合伙人到那阵子，那个小风口冲得很厉害。其实后来我调整了一下，要不然也不会喝中药喝大半年。但你没有办法，你说你17年那会儿刚独立出来，你不那么干也不行。对啊。我也不知道，如果说我现在仍然在一个迅速的上升期，然后内心还是想要扩张的那种状态，我能不能停下来慢下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要接到更强的预警信号之后，我才会掉头，我也不知道。你很难假设自己的心态。是的，但是怎么讲呢？就反正以我对你的了解，我觉得你这个性格，大概率应该是那样的。真的是职业带来的这个。Hello。好的。我给您做2个测试，然后第一个呢是一个体态测试，需要您把鞋子脱掉，站到前面白色脚丫的那个位置。我这个好专业。来，你先请坐。你坐这儿吧。现在主要是腰正中间疼是吧？尾椎啊，尾椎偏下面一点。上次是跟你说腰中间，就是尾巴根儿那儿。我其实已经缓了1个星期了。1个星期之前是我最疼的时候，疼到我一坐下来就会觉得痛。然后站的话，就基本上你坐40分钟。对，站的时候就一定要有人把你拽起来了。就站不起来了。站不起来，你得扶桌子站。我觉得好心疼啊。这1-2个月有做过什么治疗吗？没有。什么也没有。天哪，那疼成那样了，为啥没做治疗呢？因为我会觉得，当我不再久坐的时候，它就缓解了。哇，你可真猛啊！对自己比较糙是吗？你对自己比较狠，太狠了吧！哇塞，好，这不是来找你了吗？那你其实应该1-2周之前就来找我呀，应该最疼的时候来。哎，刘律真是硬扛。所以现在目前就是一个尾椎的不舒服，除了尾椎以外，还有其他的地方。左脚踝仍然是会有，或者是早上起床的时候脚一触地那一下。大概哪个位置？你能给我描述一下？还是上次老伤的那个位置，左脚踝里侧这个位置。刘律当时伤的时候也是在录节目的时候。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上床给你做一些查题。好。片子什么没有是吧？还是上次我做的，后来就没再做过。这次尾椎没做。尾椎的片子也没拍过。没拍了。你的心可真够大的。真的是刘律太忙了。你得帮我记录一下数据，查一下脚踝。你是哪边的脚踝哪个位置？左边脚踝里，就在这个位置。来，我看一下。左边更痛一点。是不是到下面这块会更痛？对。你这边的这个颈神经应该是受压了，这还不是肌肉和肌腱的问题，应该是神经的问题。天哪！而且也有可能你这个疼痛跟你的腰也有关系。
因为它可能跟你的腰椎的压迫也有关。因为这个颈神经其实是从我们的这个腰上连出来的。所以我要查一下。那这个腰太严重了，受损。翻过来，我查一下你的腰和你的尾椎。哇，下面为什么还要给我装个狗呢？哇，这还有这个视角。这个位置呢？有点痛。这个位置有点痛。哇 ，OK。那其实还真的是尾椎那个位置，有可能是跟我们的这个整个尾椎的一个过度受压有关。我是比7个月之前要差了吗？在我看来是的。你都干啥了？咋把自己身体折腾成这样了？而且我觉得你的脚的症状是不是也比之前要重了？因为我记得上次你好像没有跟我提脚那么痛。对，是的，是吧？上次是我脚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好，回去自己好好练啊。好的。Hello， 约于大夫，是的。呀，这个我好像去过。 Hello， 美女。Hello。哎呦，你瘦了一点呢。我瘦了，你也瘦了。腰怎么样啊？以前经常是因为腰痛啊、头痛啊。对，我还是腰痛、头痛，然后这2天还挺厉害的。就连续几天吃止痛片了，就头痛。哎呀，你止痛片不能老吃哦，那个东西吃多了会把很多病情给掩盖了。是。该有问题该治疗，不能老吃止痛片。所以我连吃了3天止痛片了，我想还是来找您看看吧。对。看到了自己看病的样子。来吧。哎，来。脾胃还比较虚，心火也偏旺。是不是经常那个容易着急啊？是不是经常吃饭不规律啊？腰痛真的是挺明显的，他这里有点浮现。颈椎的问题要引起重视啊！天哪！再看一下舌头。看舌苔，肝郁和脾虚。哎呦天哪！没有一个内脏是好的。咱们这熬夜的都感冒。从胃说到肝说到脾，没有一个内脏是好的。都这样，我们都这样，放心吧。你这好长时间不来报道就不行了。我这是过来大修的，你知道吗？已经不是保养了，是过来大修一下。睡眠时间是严重不足。长期睡眠不足的话，你就会觉得大脑就是现在他们有个词语叫什么叫脑雾。哎呦，这叫脑雾啊！就会觉得老是迷迷瞪瞪的人，不是很清醒，是吧？我记忆力下滑跟这有关系吗？那有很大关系。睡眠不好的人几乎没有记忆力好的。别看你个子也这么高这么大，那其实你是这种我们讲的叫外强中干。看的人好像挺高的、挺大的，就是身体很虚。硕大一只。然后我说我虚，还没人信。好，这个先给思远这个先开脐腹，然后给他带肩。好，然后给思远一会儿再做的针灸。不要怕。你要扎我吗？我很长时间没被你扎了。最近头痛，所以这个头要扎一扎哈。不要用太粗的针，都是很细的，这1寸的小针。我的天哪！我害怕。思远不用害怕。下手轻一点。这个地方也有点问题。好，不用害怕哈。好痛！好痛！就是刚才摸的肌肉发硬的这个位置，它不通，它堵住了，它就痛。妈呀！哎呦我天！行，咱们给它烤个灯，再给它加热一下啊。不用害怕了，扎完了。你今天表现不错，很坚强。好的。等多久呀？要烤多久啊？那要烤20分钟，来。20分钟我可以忍。思远，那你先休息一下，好吧？我要被烤熟了，倒是这么忙。救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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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爱了。时间到了，来取针来了哈。痛，好痛！痛是因为你的就是你犯病犯的厉害，用那个针比较长一点。你看你最近
长期的伏案工作之后，你看这个胸椎这个地方也往外这个曲度有一些改变，好，疼，轻一点。好，轻点啊。好，你只是嘴上说轻一点，手上并没有轻。来，侧身躺着啊，这样把体位调好。这个脚放下来，哎，这个脚，好，放松，哎。好，非常好，好。再需要给你做一下颈椎的正骨哈。哎，好。哎，非常好，配合了。哎，非常好，非常好，正过来，再转过来。哎，好，这边来。哎，好。好。再摸一下你的富贵包，再摸一下。很明显的小了。然后这个地方呢，这个反曲的地方也回去了。我再摸这里，是不是不痛了？好，那今天就可以了啊。好。总结一下你身体的健康状况。就是今天，我知道这有问题，那有问题，没有一个地方没有问题。如果在我这里优先级的话，工作就是最重，但是我也不是说无视我身体上的信号，就是我的精神上的承压能力、承压底线是在日常刷新的，但是可能身体积攒了，所以经常有一些大的 case 忙完之后会大病一场，这就是身体信号在给你的预警。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随着自己的本心，你那个时候就是事业心很强，所以每个阶段每个人想要的都不一样，每个人选择自己的路径就好。我可能再让我回到30岁，我仍然会这么做。收拾行李，出差啦！还得出差。哎呀，现在好多都是休息这一天，然后集中去解决一些问题，后面就是继续恢复到一个固定工作当中来。但我就觉得他这样会没有蓝条的，就是。问一下刘丽妈妈，现在这种身体的状况，她有跟您讲过吗？我也陪过他看过病，他身上这里痛，那你养的这个小毛病也不少，因为工作性质嘛，对，节奏快。曾经有一次，他夜里回来，累的话都讲不出来，脸色都很难看，然后我就说太辛苦了，太累了啊。他跟我说了2件事，我蛮有感触的。第一件事就回答妈妈，你看我累吧，你看我们家对面那个小吃部，他夜里都1、2点钟他还亮着灯，早上4、5点钟他的灯又亮了。你说他累不累？都很累，都很累。他说我再跟你讲一件事，他说我有一个案子，给我开庭的那个法官是一个癌症病人，在做了化疗以后，大年初9给我们开庭。这个法官说了，你这个案子很大，在我的遗愿清单里面，把你这个案子我都做了交代。他说，我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我的眼睛水唰的现场就下来了。我说你看，大家都辛苦。他说，确实是我们做父母的应该要理解现在年轻人压力确实很大。看到刘妈妈就说到她的身体的时候，就是已经眼含热泪的那种了。我觉得我们现在每次跟父母沟通，可能大部分时候也不在身边。对，最主要的话题就是问你身体好不好。我觉得这个话题已经成为他和你最大的一个，甚至有时候是唯一。对，因为别的方面他真的不懂我们的生活。对，其他的你的工作内容，他可能不知道如何去跟你切入这个话题。只能是问你吃的怎么样，睡得怎么样，身体怎么样。其实就像你们说的，我们现在家长没有什么说的，只能说，哎呀，你注意吃饭，好好休息啦，有时间多睡觉。别的忙，说实话真帮不上。感谢刘律，既让我们看到了他专业的一面，同时也再次提醒了我们都要注意自己的身体。那么今天看完了4位闺女，问一下家长们，整个看下来之后会有着怎样的感受？来，先问一下大家长景龙。哎呀妈呀，你让我爹发点盐吧，赶紧的，你发点吧。
景龙现在像极了一个经纪人。真你说，我觉得要不是我爸表现的就是爱溜号，我就不来了。就说的好啊，这几个闺女都好啊。我觉得，年轻人压力也大。我最主要的是，我觉得还是注意身体，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再就是开心快乐。作为妈妈，那肯定是，希望你们所有的年轻人要注意休息，要注意身体。你们这个时代确实压力太大，这个是我十分希望的。谢谢阿姨。谢谢。我其实知道刘律身体有一些许的小状况，但我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已经忙到根本就没有一点点时间可以去看病，做一些康复运动，所以觉得刘律还是要好好照顾身体。这一期呢，4个闺女，她们的这种享受爱的方式是来自朋友之间的爱，我觉得也给我上了一课。跟朋友之间的相处呢，就是2点：打开自己，适当示弱，然后你就去享受跟朋友之间这种相处，你会收获到很多正能量和正向的反馈。能看到他们其实都在选择自己的方式去书写一些可能跟传统的，尤其是在父母那一代看来不太一样的一种对人生的新的价值排序，挥洒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然后去实现了自己想实现的东西，其实也是开心的。对，其实你在通过这些女孩的生活，也在反观自己吗？比如说像我和罗雨彤都会有对自己苛刻要求的这样。然后我也很喜欢像管乐和景迪这样的高能量的女孩，因为我不属于高能量的女孩。在去陪管乐相亲之前，她总说搞笑女没有爱情，但是我只想说，搞笑女一定有很多友情。就是跟她在一起，你会觉得这个可以给你无限的能量。但其实今天这一期也是我们更全面的看到了很多朋友们呈现出来的生活的 A 面、B 面、C 面，同时在生活的每一个时刻，你允许生活的情绪里面要产生维度，接受这样维度的出现，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而更开心的事情就是，当他们想发疯的时候，永远有朋友陪他们淋雨；当他们想要放松的时候，永远有朋友为他们歌唱。这是一件我们也由衷的替他们感到开心的事情，很感谢他们为我们展现出来对待生活诚恳的态度。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这里是由诚实一口独家冠名播出的《我家那闺女2025》，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在哪里？人呢？你是谁呀？贾一桥。哟，哇哦！那接下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哎呦我机器人。你好，蒋一乔，我很喜欢你的发型，蒋二乔也很美丽。二姐，我很喜欢你的舞台，你的表演很精彩。谢谢你，还是蛮好笑的。哇塞，这好！谁会跟我屁挂？你是机器白痴吗？哇，好洋气的一个环节，真的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门路。今天我来给你安排一天，报的第一个就是舞蹈班，你别给我乱播。来，我妈呀！你才是浪姐，我是浪妹儿。哎呦！宝贝啊！飞机模拟器，哇，这感觉好好玩。天哪，好激动啊！好帅呀！不之前这出你瞅。以后我要再增加一门课程，羽毛课。你想穿这身吗？我再给你换一身啊，这就挺得劲儿的，还能倒跳。哎呦我的天！这是我最喜欢的。它像个灵体，你不觉得吗？哎，姐姐有点深沉，我有点爱，脸红了，真好花耶！真的是爱人地狱，到这儿直接咔锁上了给。锁定了。我想哭了，我想回家。景迪怎么变了个人似的？我的天哪，都不说话。干活干活，我们穿你去烤，就是要看这俩人他们的烤的技术怎么样。想什么呢？不生就可以了啊！这样看他们录影有一种神奇的感觉。
上清北和1000万，你选哪个？在没有见到货之前，我都不会开口的。你愿意为爱情牺牲到什么程度？哇，这段掐了不能播，这个说出来了。都快发不出工资了啊！那团队下还怎么办？思源也是，哎呀，也是在愁，他也发不出工资啊。要不要相信爱情这件事？你是相信的吗？哦，我最后给自己的答案就是，我必须得相信。人总得相信点这种美好的东西，要不然。现在已经知道了，要明确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要什么，否则活着干嘛呢？不能这样想。年轻的时候我做的很不好，爸爸就没有给到你安全感。天哪！小的时候也是受你的影响，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爱自己。天哪！我没想到你那么难受。你凭什么忍啊？芒果 TV 会员尊享，周日、周一、周二惊喜3更。9月28日周日中午12点，第8期上更新 ，SVIP 额外抢先24小时看下期。9月29日周一中午12点，第8期下更新。芒果 TV VIP 尊享。9月30日周二中午12点，闺女超有料上线 ，SVIP 尊享。加更闺女生活日记上线 ，VIP 尊享。好好爱自己吧，我家那闺女呀！大家看我家那闺女2025的同时，也别忘了升级芒果 TV 会员，加入芒果超品俱乐部，追我家那闺女2025，将你的脑洞创意一键直通制片人，和节目共创内容高光，更有幕后探班、福利彩蛋等你开启。更多专属权益，上芒果 TV 搜超品俱乐部，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方微博“我家那闺女”官微，获取更多嘉宾动态和惊喜互动福利。上微博带话题“我家那闺女”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情感专家、大 V 博主共同分享更多闺女成长感悟与家庭关系奥秘。短视频特别合作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上百度搜索“我家那闺女2025”，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途家民宿婚礼季闪送。